贾宝玉说过一句话，很多人记得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这句话被引用过无数次，有人觉得浪漫，有人觉得矫情，但很少有人停下来想，一个生活在清朝的男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什么。曹雪芹用10年写这本书，在贫困里，在追悔里，在家族从烈火烹油到树倒猢狲散的废墟上。他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记下那些女孩，不是皇帝将相，不是英雄豪杰，是那些他见过的，他记得的，他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了的女孩。金陵12钗，12个名字，12种命运。林黛玉一辈子最怕的事是寄人篱下，死的时候这件事1分都没有改变。王熙凤，大观园里权力最大的女人，机关算尽，最后哭向金陵，事更哀。晴雯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被人一句话撵出去，当夜就死了。他们都很聪明，都有才华，都在各自的处境里使出了全部力气，然后全部失去了。不是因为不够好，是因为那个世界根本没有为他们留位置。这是《红楼梦》真正写的东西，不是才子佳人，不是缠绵爱情，是繁华里的困局，是聪慧者的无路可走。贾府不是这个故事的背景，贾府是一个正在死去的系统，从第1页就开始死了。那些女孩的命运和这个系统的崩塌是同一件事。200年前的故事，但那种感觉明明什么都做对了，却还是输掉。读完这本书，有一种很特殊的感受，不是学到了什么，不是知道了什么，而是忽然觉得有人看见了你，这种感觉很稀有。所有人都知道《红楼梦》是4大名著之首，这个排名从小学就写进了教科书，但之首意味着什么？能说清楚的人很少。不是因为难懂，是因为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情节，不在可以被归纳成考点的东西，而在那种读完之后久久散不去的重量。研究它的人争了200年，红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，但那些学术争论离大多数人很远。特别是现在短视频的时代，注意力比任何时候都稀缺，一部需要沉下去读的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搁置。不是不感兴趣，是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值得停下来。这个系列就是想做那个入口，不只是复述剧情，不只是画人物关系图谱，也不是把《红楼梦》做成知识考点整理。我想做的是把《红楼梦》真正厉害的地方，用你能感受到的方式打开它。那些女孩等着被看见，那座从第1页就开始崩塌的府邸等着被重新走一遍。